你不是不肯离婚吗？不肯就受惩。我让你轻点。苏沐雪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苏沐雪，你丫真是疯了！穿成这样爬我的床，你太不要脸了！我不就是前几天往你书包里面扔了条玩具蛇吗？你至于吗？我们是夫妻，穿成这样很正常啊。夫妻？我和你？你这是没睡醒吧？看着点，我们早就结婚了。结婚照？这也不像 P 的呀。哇！2025年，不是18年，我穿越到7年后了。不对呀，我怎么可能娶她呢？做梦，肯定是做梦。疼啊，真疼啊！这他妈不是做梦！上一秒我还在跟女神表白，下一秒我就穿越到7年后了，还娶了苏沐雪。我跟她可是死对头啊！不合理，这太不合理了。宋远，以前你千方百计跟我离婚，至少还编点像样的理由，现在居然扯这种谎话，宋远，你可真行。要离婚也对，我和他一直不对付，哪儿来的感情？沐雪，宋远，放不听大小王是不是？老师，宋远上课玩手机。那个，我是穿越来的。这么说吧，我失忆了。母老虎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母老虎，他很久没叫过我这个外号了。还有就是，就算我们要离婚，那一定是因为你太凶了，跟我没关系。宋远，我为了孩子和这个家，你在外面找小三我都没管，你现在居然还想跟我离婚，我告诉你，没门！什么小三儿、孩子，这母老虎疯了吧？不对，孩子？什么孩子？爸爸，妮妮以后会听话的，你不要和妈妈离婚，好不好？真是我女儿？爸爸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缠着要你抱了。我操，什么情况？我这些年是怎么当爸爸的？女儿要抱也要被惩罚。宋远，你有气就冲我来，朝孩子发什么火？不是，我没有。我警告你，再敢欺负妮妮，我跟你没完。看来这些年我不仅不是个好老公，更不是个好爸爸。妮妮，以前是爸爸做的不对，爸爸以后改。你不哭了好不好？宋远，别以为你装出一副慈父的样子，我就会对你放下戒心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想离婚，不可能。你再敢动妮妮一下，我跟你没完！我都说了，我失忆了，这7年间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。失忆了？
还记得你的3是选择性失忆吗？所以小3到底是谁啊？你把话说清楚。看吧，你的3找你来了。夏婉莹，高中时的清冷女神，我的梦中情人，竟然在7年后给我做小3，太荒谬了！哎，你等等，我们话还没说清楚呢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哥哥，来我家吃宵夜吧，我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火锅。声音的确是他，但语气也太差了。这个人真是夏婉莹？看样子一直都是我在跪舔，果然清冷女神一点没变。等等，这是500万！我居然这么有钱！22岁就成为超一线演员，23岁就创办了娱乐公司，不会是我啊？牛啊！等等，那为什么苏沐雪还说我骗她的钱去养小三啊？我都这么牛了，不至于吧？亏损？不是我也是商业世家出身，业务和能力也没毛病啊，为什么会亏损？宋氏娱乐再捧烂片女王夏婉莹，哎，不是啊，我为什么一定要捧她呀？她业务能力这么差，难道她真的是捞女，把我当提款机了？不行，我必须要弄清楚地址在哪儿，我马上到。还说不是演戏，等我抓个正着，看你有什么话说。喂，他出门了，帮我盯紧他。来了来了，快进来。你可算来了，快坐，坐。真是夏婉莹，还和以前一样漂亮，就是身材比沐雪差远了。哥哥，我特意给你准备的火锅，快尝尝看好不好吃。她好像真的很喜欢我，难道是我误会了？哥哥，《云香传》什么时候开机呀？你知道我的，一直都很喜欢原著小说，一直都梦想着成为这部剧的女主角呢。那是导演的事儿，我不知道啊。可是哥哥是公司老总呀，导演也要听哥哥的嘛。话是没错，但是公司的情况你也知道。哎，哥哥这么聪明，我相信哥哥一定能搞定的。大不了抵押点房产什么的，凭我的演技，这部戏一定能大爆，钱不就来了吗？竟然还想让我卖房子，看来他喜欢的是我的钱，死老女，我一定要让你全吐出来。我记得我前段时间刚给你转了500万，既然你急着开机，那要不
先拿出来周转一下。给老娘的钱，还想再让我吐回去？我呸！做你的春秋大梦吧！赶紧把我钱给我！我哪有那么多钱呀？大不了再找苏沐雪要呗。找他要？他娘家是金氏首富，资产上百亿，他自己还是上市公司的老总，最不缺的就是钱了。你以前不也总是找他要钱拍戏吗？你忘了？所以苏沐雪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不光婚内出轨，还软饭硬吃，我哪有个男人样啊？那个不行，今天早上我们刚吵架了，现在不方便开口。我上周给你转的500万吧，你肯定不会这么快就全花光的，对吧？没有，只是我大部分的钱都存了定期，手里只有10万现钱了。那没事儿，有多少算多少，不够再说嘛，对吧？扫码还是转账？这10万块钱只是先收点利息，我的钱迟早让你连本带利全都吐出来。我这个爸爸当得太失败了。给沐雪打个电话，问问他妮妮喜欢吃什么。微信都没有。这电话也没有，自己的老婆，微信不加，电话不存，给个死渣女备注宝贝，我脑子是被泡在屎盆子里了吗？喂，赵妈，我问一下，妮妮平时喜欢吃什么？妈妈，你有没有觉得爸爸今天有点不一样？有什么不一样？他可是个演员，惯会演戏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我要提前躲起来。为什么要躲起来？爸爸不喜欢我画画，今天早上我刚画了一幅，我怕他回来又要骂我。都怪我那几年忙于工作，才害妮妮被折磨成这样。妮妮别怕，妈妈在，不会让她再伤害你。什么？他又去找她了？我马上来。张麻。妮妮，爸爸回来了。爸爸，是妈妈同意妮妮才看电视的，妮妮没有开电视。苏沐雪在场的时候，妮妮不结巴呀，怎么和我单独相处就变结巴？看来是被吓坏了。我这种畜生还能有老婆孩子，真是老天瞎眼。妮妮，你看爸爸买什么了？草莓蛋糕是给我的吗？当然，快尝尝。妮妮，没事。妮妮，咱们一边看动画片，一边吃蛋糕，好不好？太太，你受伤了。你受伤了？你受伤了？伤哪儿了？他在关心我，不可能，指定憋着坏了。
没有，别人的血。别人的？谁的？夏婉莹。怎么是你？放开我！大本猎钩也有妇之夫，放开我！真是好大一张脸啊！千万双破鞋加起来都没有你的脸皮厚。你敢打我？打你就打你，还要挑日子吗？今天我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，龙晨压住他！怎么，知道是你白月光的血，心疼了？做得好。你是我老婆，她是小三，你揍她天经地义。不过，下次记得带上我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下次打架记得带上我，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以前我对夏婉莹说句重话，她就跟我不死不休的呢。今天中邪了。接吧，肯定是夏婉莹的电话，赶紧去医院安慰她吧。你要敢去，我明天就把她打进 ICU。他又不是没有家人，我去干嘛？他不喜欢夏婉莹了，是想和我好好过日子呢。又是想找我拿钱去捧那个贱人吧？你该不会又想跟我要钱吧？我告诉你，钱我有，但我不可能给你1毛钱。你要是再敢跟他约会，我就打死他！你笑什么呀？我认真的。不是，苏沐雪，我一直想问你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苏沐雪，既然你这么讨厌我，干嘛不跟我离婚呢？果然演了这么久，还是想离婚。妮妮还小，我不想让她没有爸爸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想她有一个完整的家。妈妈，草莓蛋糕吃完了，我困了。草莓蛋糕？你买的？你怎么知道妮妮喜欢吃这个？我是他爸爸，我当然知道。先生，沈墨先生来了。沈墨，高中时我们一起逃课，一起打架，是穿一条裤子的铁哥们儿。那时他有心脏病，我还担心再也见不到他了。好兄弟，见到你真好。你们聊，我先带妮妮去楼上睡觉。好久不见，最近好吗？好不好你心里不清楚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做了什么吗？你装傻也没用。我今天来是通知你我要撤股的。撤股？张妈，你先带孩子回房间吧。当初你让我入股，我看在兄弟情分上，我把我爸妈的棺材本都拿出来了。可现在呢，你为了一个心机婊不顾公司的利益，一意孤行，亏得连棺材本都盖不上。我知道亏损，但没想到竟然快破产了。为了一个捞女，我疯了吗？以后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你就继续帮你的夏婉莹做她的影后梦吧。等等，如果我说《云香传》的女主，我不用夏婉莹了，你还撤不撤股？你说什么？
他要换掉夏婉莹？怎么可能？难道他真的不爱夏婉莹了？我说，《云香传》，我会换掉夏婉莹，她的形象和演技都达不到这部剧的标准，还赔了这么多钱，我要换掉她。我记得某人说过，戏铺盖是观众没眼光，不懂欣赏。现在怎么变了？哼，你也说了是以前嘛，又不是现在，人都是会变的嘛。他好像变回以前的宋元了，但人怎么可能说变就变？不管你换不换女主，我都要撤股。那好，那我便不再劝你了。你算一算这些年我们一共赔了多少钱，我给你写个欠条，烟本代理全都还你。4000多万，你拿什么还？算我倒霉，赔的钱我认了。不，是我的错，我不会连累你的。欠你的钱，我一分不少，一定会还你。这么多年的兄弟，为了一个死绿茶，宋元，你真他妈的混蛋！妮妮，什么事这么开心啊？虽然爸爸变得这么温柔，我有点不习惯，但是我喜欢这样的爸爸。来，喝牛奶。他又不是没有家人，我去干嘛？《云香传》的女主，我不用夏婉莹了。他真的变了吗？不对，事出反常必有因。龙晨，查查宋远最近的情况。借了一圈，没有一个人肯借。我这人缘这么差吗？老婆，老婆，坐。你叫我什么？老婆，我们结婚都7年了，孩子都有了，叫老婆有什么问题吗？结婚这么多年，他从来没叫过我老婆。老婆，你帮帮我呗。他能跟沈墨说更换掉夏婉莹，看来是真想和他一刀两断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公司垮掉。我可以帮你，不过，但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10次。什么10次啊？交公粮10次。啊，你确定？他竟然让我连吃带拿，有这等好事儿？不过你得让我满意才行。如果像以前一样只顾你自己，就不算数。人们都说夫妻做的越多，感情越深，我倒要看看你的诚意。没问题，你说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温柔的，还是……装什么成心术呢？还用我教你啊？那我来了。老公，你是不是背着我偷吃什么了？
作为奖励，要不你先借我点儿？行。喂，学姐，我查清楚了，宋远把你的项链给卖了，钱都转给夏婉莹了。项链。宋远，你个王八蛋！你知道这是我妈留给我的遗物，你还把它拿去卖了，去养小三。遗物？那是他妈妈的遗物，我给卖了。宋远，我杀了你！不是，我真的是因为失忆了，不记得这件事情了。但是我保证，是我做的，我绝对不赖账，我一定会赎回来还给你的。你拿什么赎啊？那条项链1000多万呢。反正你信我，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你滚了就别回来了。妈的，连自己老婆东西都偷，不敢信。不行，必须得赎回来。宋先生，你又来了，这次有什么要卖的吗？什么叫又啊？还有，我这次是来买东西的。我上次卖的那条项链还在吗？有的，稍等，在这儿。多少钱能赎回来？我们是1000万买的，现在最少加20万。这块表我先压在这儿，现在你给我留3个月，3个月之内我一定来赎。文子，宋总，夏小姐来了，她要见你。知道了。夏婉莹，是时候该让你大出血了。姐，就是这家店。欢迎光临，请问2位需要什么？我就要这条项链。女士，您真有眼光，这是我们店里最贵的项链，可暂时卖不了。为什么卖不了？不好意思，女士，卖家他反悔了，还把手表抵押在这儿，说3个月内过来赎回。如果过了时间没来赎，我再联系您。这是宋远的表。学姐，你不会认错了吧？不会错，这个缺口还是我俩吵架的时候刻的。这是他领片酬以后买的表，意义非凡，一定会来赎。他没有骗我，或许他真的在一点点改变。龙晨，给宋远打1亿。恋爱脑上头真是可怕。哥哥，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呀？文子，你先出去吧。哥哥，你看那个母老虎把我打成什么样了？哥哥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你想我怎么给你做主啊？虽然说我为哥哥受点伤没什么的，但我是你的人啊，他这是在打你的脸。你什么时候跟他离婚呀？是这样子的，
我跟他之前呢签了一个婚前协议，我现在要是跟他离婚啊，我1分钱都拿不到，到时候连场像样的婚礼都给不了你。什么时候签的协议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哼，我可不想嫁给穷鬼。哥哥，哎呀，哥哥，我爱的是你的人，但是我觉得吧，你在他身上浪费了这么多年青春，要点补偿，不过分吧？死老女，便宜都让你占了，把我当傻子是吧？是不过分，但是啊，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呢，肯定不会借钱。这样啊，你先挪我500万，我去买个礼物哄她开心一下。她是首富的女儿，你想，一般的礼物她能看得上吗？我先买个礼物，把她哄开心了，把钱搞过来，翻倍的给你，然后到时候我们再一起去迪拜，好好放松一下。说的好听，到时候要是不给怎么办？哎，我的实力你还不清楚吗？3个小时内肯定到账。支付宝到账1亿元。哥哥，这么多钱，我们发财了！我们现在就去迪拜，正好我看上了一款包。不行，这个钱啊，它是拍戏的钱，不能动的。还是刚刚那个办法好。我先拿500万买礼物，哄她开心了，开心了之后，我们再搞她1个亿过来，到时候随便你花。宋沐雪这个女人蠢的可以，我借宋远500万，到时候就能得1个亿，这买卖老娘做了。好，我现在就转给你。稍等。嘿， OK 了。哥哥，你还愣着干嘛？快点订机票啊！啊，文子，怎么了，老板？帮我和莹莹订去迪拜的机票。好的。那我先回去收拾一下。好。机场见哦。死老女，我呸！文子，备车。宋总，您是去机场还是回家拿护照？去什么机场？要了点债回来，好久没看到我爸妈了，买点东西去看他们。宋总今天看起来心情很好的样子啊，肯定是宋雨又哄他了呗。恋爱脑，你看着吧，维持不了多久的。哎，学姐，宋总订了2张去迪拜的机票，今晚就飞。您昨天刚给他打了1个亿，他们该不会卷款跑路了吧？申请航线，马上去迪拜。是。宋雨，你这2天的改变，难道都是演的吗？你是不是真的不要我和妮妮了？7年前，老爸就查出了肠癌，一夜之间消瘦不少，也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。希望还能再见到他。妈，我妈怎么跟见了鬼似的？老头子，我好像产生幻觉了，我看见咱儿子回来了。别胡说，你身体好着呢，怎么会有幻觉？真见鬼了！大白天哪来的鬼？爸，你还活着，太好了！妈，我好想你啊！
妈，你怎么老了这么多？没事，我给您带了补品，这是给你的燕窝，这是给爸的人参。没错吧？我儿子真回来了。妈，你在说什么胡话啊？爸，你的身体好点了吗？有没有定时去复查？还算健康吗？你这个逆子啊！你还敢回来？爸，你打我干什么？妈，你看吧，他下手要是再重点，你就要失去我这个宝贝儿子了。我们已经跟你断绝母子关系了。断绝关系？你们是我爸妈，你们就算想不认我这个儿子，总得给我个解释吧？不是我们跟你断绝关系，那是被人逼迫的。我看是谁这么大胆，告诉我，我弄死他！你呀！你们的意思是，我把苏墨雪的肚子搞大以后，为了小三，不仅把自己的积蓄赔了进去，还把你们的棺材本也骗来赔了进去，甚至为了小三揍自己的亲生女儿？不可能，我怎么可能这么渣？怎么不可能？你为了你进了几次医院？老子手术的时候，你拿着老子手术的钱就和小情人鬼混，我和你的命都差点交代给你。后来你还要把这套房子也卖了去养小三，我们不肯，你就和我们断绝了关系。妈，家里有刀吗？厨房呢？怎么了？够快够锋利，把我砍了算了。哎呦，儿子，你这是干嘛呀？这些年呀，多亏了有暮雪，她不仅给你生了个可爱的闺女，还帮助你爸联系医生。公司破产的时候，也幸好是她帮忙。她也不容易，连车都卖了，上下班还得挤公交车。你在外边花天酒地，他一边忙事业，一边还要带孩子，还得照顾我们老两口，好几次累得都晕过去了，可从来没有抱怨过呀。我们欠暮雪的实在是太多了，这辈子都还不完。母老虎明明很讨厌我，居然为我家做了这么多。爸妈，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我失忆了，这7年的事儿我都不记得了。感情的牌打完了，现在开始装失忆了。这次又想骗多少？把我的窑子嘎了卖掉，够不够？爸，你相信我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发誓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仅要和夏婉莹那个贱人一刀两断，我还要和墨雪好好过日子。这样，我现在给他打电话，当面把话说清楚。演不下去了。爸，借用一下你的电话呗。又想干嘛？我没有暮雪的号码。宋总订了2张去迪拜的机票，今晚就飞。您昨天刚给他打了1个亿，他们该不会卷盘跑路了吧？宋元义这个王八蛋，居然又骗我！等我抓到，看我不把你打进医院！
好，爸，宋远和夏婉英卷款私奔了，我要去抓他回来，空了再给你回电话。谁私奔了？你可别冤枉好人。我在爸妈家呢，等你回来吃饭。哎，老婆，老婆来了，快坐，吃饭。你不是要去迪拜吗？你不是要和夏婉英私奔吗？那个，我逗狗玩呢。逗狗。你看着啊，我表演给你看。喂，哥哥，你到哪儿了？怎么还不来啊？这飞机都快起飞了。哦，我家的猪生3胎了，我实在是走不开啊。猪？你养猪了？可是猪生3胎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喂？啊？什么？喂？我听不清。你先逛着啊。哎呀，我竟然没头猪重要，气死我了！算了，我先过去，等他来了，狠狠宰他一顿。怎么样，老婆，我厉害吧？以前他把夏婉英当成宝，一句重话都没说过，现在竟然戏弄他，难道他真的失忆了？宋远，高考数学大题是什么类型？函数啊。英语作文题目呢？勇气。宋远的记性没那么好，难道你真的失忆了？不过你刚刚问我那些啊，是因为前几天刚考的，所以我记得。要是再过几天问我，我就不一定记得。那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结的婚吗？我听爸妈说，是我搞大了你的肚子，我们才结的婚。不过我很好奇啊，咱俩不是死对头吗？而且你战斗力这么强，总不能是我强迫的你吧？没什么，忘了就忘了。看来是不想说。算了，反正已经结婚生子，我就该对他和孩子负责。饿了，咱们先吃饭。对对对，老婆，我给你盛汤。如果他真的没骗我，我希望他永远这样，一辈子不要恢复记忆。吃着吃。干嘛？你是我老婆，我连你电话和微信都没有，说出去丢人。加上。他竟然给我备注老婆，我没在做梦吧？老婆，妮妮除了草莓蛋糕还喜欢什么？你问这个干嘛？我想和闺女亲近点，我不想她每次见到我就跟看见鬼一样。一天到晚就会弄这些破烂赔钱的东西，要你有什么用？也许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妮妮喜欢画画。出发，文具店。妮妮，你看爸爸买什么回来了？是给我的吗？啊！可是爸爸不是不喜欢我画画吗？我们家妮妮是天才小画家，爸爸怎么可能不喜欢？
以后妮妮想画就画，画在爸爸脸上都行。谢谢爸爸。哇，今天不早了，爸爸先陪你去睡觉，明天再给你画吧。真的可以和爸爸一起睡吗？当然可以，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和爸爸一起睡过。以后爸爸每天都陪你一起睡。走。这些都是妮妮画的。怎么就这一张？其他画都被你撕了，只剩这张。以前是我不对，以后不会了。爸爸别走，是我不好，我是坏孩子，我错了。妮妮是坏孩子。妮妮这是怎么了？是梦魇，爸爸别走，这种情况必须打一针。妮妮是坏孩子。喂，许医生，妮妮的药。妮妮，别怕了，爸爸现在变好了。没事了。每天早上，爸爸陪你吃早餐，然后陪你画画，送你去上学。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。真的睡着了，没想到你还会哄孩子呢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小时候总尿床，被我爸揍打都睡不着，我妈就这么哄我的。对了，妮妮为什么会有梦魇啊？你失忆的这7年里，每天对妮妮非打即骂。妮妮为了得到你的喜爱，甚至得了重度抑郁症，差点死了。这我都没有改过自新。就在妮妮确诊的第2天，夏婉莹的狗生崽子，你调动了全城医生给她的狗接生。有些事果然不能深挖，越挖坑越深。对了，你刚说的那位许医生是谁啊？妮妮的心理医生，你也认识，许君泽。宋远，分不清大小王是不是？就是那个，不是跟在你身后，就是在暗中偷窥你的4眼仔吗？你说话别这么难听，人家现在是很有名的心理医生，专业很厉害的。厉害？我看是他偷窥的技术厉害。我跟你说，男人最懂男人。我觉得他肯定是对你有意思，对你图谋不轨。有人该不会吃醋了吧？母老虎怎么变得这么有女人味了？我怎么可能吃他的醋？反正等我啥时候找到合适的心理医生之后，我就把他换了。懒得和你说。哎，你还记不记得高中那会儿，有个人总在后面说你坏话，你追着他满操场的打。他说的不是我的坏话。那是谁啊？是你。我？不对啊，那时候咱俩是死对头，你怎么可能维护我呢？难道该不会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暗恋我吧？懒得理你。
真猜中了，所以他故意和我作对，是为了引起我注意。没想到他还有这么幼稚的一面，还蛮可爱的嘛。来，尝尝爸爸亲手做的小猪包。哇，小猪包，爸爸亲手做的。妈妈，你快掐妮妮一下，我看看妮妮是不是在做梦。哼，你妈手劲大，别被掐坏了。爸爸给你保证，绝对不是梦。真的吗？那我要全部吃完。吃饱就行了，别撑到了。等送完妮妮去幼儿园，我再去公司。你要送妮妮？我女儿长得这么可爱，我这个当爸爸的必须去刷一下存在感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先把这身衣服换了。小小年纪，穿得跟个大妈似的。爸爸，我才6岁，你说我穿得像大妈，你礼貌吗？妮妮，在学校乖乖听老师的话。不过如果有人欺负你，你就狠狠地揍他。爸爸都得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以前是学校的扛把子，你是母老虎。咱们的女儿不会差的。不过你要确定啊，对方一定要比自己弱，你才能动手。咱们妮妮这么可爱，手打疼了可怎么办？哪有你这么当爹的？去吧。怎么了？是有什么东西忘了吗？我怕爸爸一眨眼就不见了，我想多看看爸爸。爸爸不会再走了，爸爸和妈妈会永远陪着你。快去吧。哥，你不是说你马上来陪我吗？我可是等了你1天1夜呀。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还不是因为你不来，没有提款机，我哪有闲钱住7星级酒店啊？那还不是因为我太想哥哥了吗？你看，我还特意给你做的点心呢。怎么口感怪怪的？可能是因为我没加蛋黄吧？你忘了我对蛋黄过敏呢。哦，好了，先不说这个了。哥哥，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呀？还不是太忙了嘛。但是开机的事情已经准备好了，你演女1号。剧本我一会儿就发你。下周举办发布会。真的，哥哥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等这部剧大火，我们就结婚。但是啊，那个母老虎说什么也不肯借我钱了。我已经砸了1个亿了，还是差点，只能在特效上面将就一下了。不行，这是仙侠剧，不能马虎的。但我实在是筹不到钱了，只能将就一下了。这可是大 IP， 很多原著粉都盯着的，这要是达不到效果，会被骂死的。哥哥，你还差多少啊？也就500万吧。这么多啊！你知道的，特效最费钱了。虽然要是咱们做得好啊，至少能赚他10个亿，10几个亿都不成问题，甚至更多。但是现在不是钱不够嘛，就没办法了。只要这部剧大爆，到时候哄哄这个舔狗，10几个亿不都是我的吗？豁出去了，500万我出。
上钩了，我再陪你演一会儿，等发布会再给你一个大惊喜。但是你不是都借我500万了吗？哪还有钱啊？我可以借，信我的。这部剧上线，我一定能拿下影后。到时候，哥哥一定要跟我结婚哦。肯定的，我最爱的就是你了。你放心，到时候啊，等我钱到手了，我就踹了那个母老虎，给你举办世纪婚礼。我就知道，哥哥对我最好。喂，朱迪，借我500万，等我拍完了《云香传》，我连本带利还你。姐妹啊，我可是做高利贷的，到时候还不起，你知道后果的。哎呀，放心，我马上就成为影后了，更何况还有宋远那个舔狗，钱少不了你的。行，钱给你转过去了，但我提醒你一句，给男人花钱会倒霉的。哎，知道了，你快转吧啊！支付宝到账500万元。哥哥，钱转给你了，记得你的承诺哦。总算可以赎回老婆的项链了。还以为宋总转信呢，看来还是戒不掉夏婉莹这坨屎。这个丁瑶形象气质都不错啊。哦，他是沈总签的，科班出身，之前虽然一直演配角，但是演技和口碑一直都不错。原本呢，沈总是想大力培养他的，但是您一直想力捧夏小姐，所以沈总推荐的人一定不会错，你安排一下，就和他签约。好，那我立刻就去准备女二的合约。什么女二？女主。女主？女主？女主不是夏小姐吗？就她，形象不行，人品不行，演技更是像垃圾堆里发酵过一样臭到不行。要不是我不打女人，我练了18年的扫堂腿，早就一脚把她踹回垃圾堆了。我怎么可能用她？那您刚才……她趴在我身上吸了这么多年的血，拿回点利息，不行啊？行，当然行。那宣传海报还要改吗？不用，等到下周发布会的时候，我再给她一个大惊喜。钱给你转过去了，麻烦帮我项链和手表包起来。稍等。先生，您的东西。宋先生慢走，欢迎再次光临。光临个屁！下次我再卖我老婆的东西，我就是个畜生。宝宝，哎呦，走，咱们回家好不好？你不说你爸爸要来接你吗？怎么还没来？我爸爸每天都来接我，还给我买棒棒糖呢。我爸爸工作很忙，只是迟到了。你说谎，你就没有爸爸，就算有，他也不会爱你。你胡说，我有爸爸，他说过他爱我。你这个大骗子，我打死你！嘿，小兔崽子，敢打我儿子！妮妮。乖，爸爸来了，不哭了。疼不疼？有没有受伤？就是你打的我女儿。我打她怎么了？她没教养。你个王八蛋，你敢打我！哇，爸爸伤啊！爸爸最厉害了。我爸爸以前是扛把子，没人打得过他。
什么扛把子？就是最厉害的人，除了母老虎，没人打得过。我是他们的孩子，所以也很厉害。你要是以后再敢欺负我，我就揍你。儿子别哭了。妮妮，走，咱们回家。今天有点不舒服，来晚了。别哭了。那不是小贝和他爸吗？这是怎么了？摔了一跤就成那熊样，是吧？宋佳妮呀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给我说清楚。妮妮啊，爸爸只希望你能健康快乐的长大，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，爸爸都是你的靠山。但是你今天1对2，这样太危险了，万一你受伤了，爸爸和妈妈都会心疼的。是小贝说爸爸不爱我，所以我才……爸爸对不起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这样。爸爸对不起，我把你衣服弄脏了。没关系，脏了正好，脏了呀，让妈妈给爸爸买新的。宋元好像真的不一样。老婆，你怎么了？妈妈，你是不是要死了？你别吓我。走，我们赶紧去医院。我是那个哪个？大姨妈。来，把红糖水喝了，能舒服点。这个致死甜度不像张妈冲的吧？我冲的。我看网上说喝这个能缓解疼痛。是不是不够浓，没有效果？我再去加点。不用了，可以了。他竟然会给我冲红糖水，他真的变了。阿远，我身体不舒服，你能不能叫张妈帮我煮杯红糖水？要许你自己去，我一个大男人哪会这些？你拿钱干什么？还要去跟那个贱人约会？我警告你，嘴巴放干净点儿！再让我听到你骂莹莹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如果我是在做梦，我希望这个梦永远不要醒来。你发什么愣啊？是不是还是很疼？我送你去医院吧。不用，我歇会就好了。来，你干什么？给你暖暖，这样能舒服点。你跟谁学的？该不会是那夏婉莹教的吧？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跟电视里学的，那些男主角不都这么做吗？好点没？好，来。学姐，遇到什么好事了？今天心情这么好？小丫头，别胡说。我可没胡说，我跟媒体宋总。烂天女王夏婉莹，宋元，你又骗我，我竟然还信了，我真蠢。学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今天是我过生日，晚上一起喝一杯啊。好。
老婆，今晚我们带妮妮去吃饭吧。我记得你喜欢吃牛排，想去哪家？我定位子。还跟我演戏，宋远，你这个混蛋！学姐，这酒度数这么高，你别喝这么多。多就多呗。今天你过生日，我陪你好好喝一场。宣传片我看见了，宋远这个王八蛋，他真的是太过分了。学姐，你没必要为了他这么糟蹋自己。我要是不点开就好了，不点，我还能假装不知道。学姐什么都好，就是感情上一根筋，真不知道那个宋远有什么好。哼，来干杯，不醉不归。暮雪，好巧啊！许医生，你也来喝酒啊？是啊，下班闲着无聊，介意拼个桌吗？我请客。好呀。妈妈怎么不接电话呀？是不是手机没电了？饿了啊？不饿，爸爸刚才什么也没听见。哦，那看来是爸爸生病了，可能得去趟医院。爸爸没有生病，是妮妮饿了。可是我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吃饭。那我们先点好餐，等妈妈来了就可以吃现成的了。妮妮想吃什么？披萨。听小贝说披萨可好吃了，他爸爸每周都带他去吃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吃披萨，点最贵的披萨，馋死他。好，爸爸，你看，是妈妈。我怀疑你作弊，怎么总是我输啊？在宋总的眼皮底下，谁敢作弊？今天是你运气不好，有烦心事啊？我能有什么烦心事？不就是输了喝酒吗？我喝还不行吗？不喝酒也可以。换成真心话吧，暮雪，你的初恋是谁呀？可不许撒谎啊！宋远。宋远那个废物也配？学姐的恋爱史我是知道的，但许医生激动什么？和他有什么关系？那你结婚之后后悔吗？许医生一个男人为这种话不合适吧？不后悔。暮雪，学姐，暮雪，暮雪，学姐，你醒醒！暮雪喝多了，我送她回去。不用，我送她回去。你也喝多了，别逞强。别碰我！除了我老公，谁都不许碰我！暮雪，你清醒点，宋远他就是个混蛋，根本就配不上你。不许你说我老公坏话！够了！你清醒点，跟我回家。不用，你放开！老婆，宋远，宋远，你个王八蛋，我最讨厌你了！早上还好好的，现在又抽什么风？老婆别闹了，跟我回家。我不跟你回家，你凭什么管我？宋远，做男人要讲风度，你没看见暮雪已经拒绝你了吗？你丫谁啊？我跟我老婆的事关你屁事啊！我是他好朋友，我是为他着想。许君泽是吧？高中的时候你就鬼鬼祟祟的盯着我老婆，现在还蹬鼻子上脸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老婆有我就够了，不需要你这样的朋友。你有空在这跟我狗吠，
不如回家好好看大门，还能体现一下你的狗生价值。哼，我有你狗，在给夏婉莹跪舔的时候，你有说过是她老公吗？这会儿想起来了，你扪心自问一下，你真的爱暮雪吗？爱，我对苏暮雪吗？看吧，你根本就不爱她。你现在装出一副好老公的样子，只是想榨干她的血，去哺育你的白月光。你个王八蛋！谁敢欺负我老公？暮雪，不愧是我老婆，猛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快点去把他们分开呀！哦！哭什么？还委屈上了？宋远，我难受。你活该！谁让你喝这么多酒啊？你看人家龙晨、徐君泽都很清醒，就你喝得烂醉如泥。我怎么知道我会一直说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也不会这么倒霉。怎么还怪上我了？我跟妮妮给你打多少个电话，你倒好，电话关机，和野男人去酒吧里面喝酒玩游戏。你是有老公的人，你记住了没有？我跟许君泽就是普通朋友，那你呢？你跟夏婉莹呢？怎么又提到夏婉莹了？你答应过我要换女主的，可是海报我都看见了，还是夏婉莹那个贱人当女主，你怎么解释？你听我解释啊，我这个是……我不想听你解释，宋渊，我知道你不爱我，可是你扪心自问，这些年我对你还有你家人怎么样？你为什么要一直骗我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暮雪，你听我讲，我们什么？你还想跟我离婚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想离婚下辈子吧。你走，我不想看见你，我不想看见你。想离婚下辈子吧，给我滚！暮雪，你听我说嘛。我也没提离婚啊，这女人疯了吗？爸爸，妈妈又哭了吗？妈妈喝多了，发酒疯了。爸爸总是去华姨姨那里，不回家。妈妈总是一个人偷偷的哭。爸爸，你以后能不能不去华姨姨那里了？母老虎竟然为了我哭，她是真的喜欢我。妮妮，你先回去乖乖睡觉，爸爸明天还有事要处理。嗯。我可以滚，但是滚之前，我有样东西要给你。我的项链，把它赎回来了吗？你哪来的钱？我不告诉你，反正不是用的你借给我的那笔钱。胡说八道！赶紧出去，我要睡觉了。我要跟你一起睡。我不想跟你一起睡。我不管，我怕黑，我一个人睡不着。下周一，你爸生日，你堂妹也去，记得带礼物。我去，我都快忘了，他还记得呢。
可是下周一跟发布会撞了。这样，你先去，我晚点到。而且到时候我再给你一个惊喜。哼，在你心里，果然还是夏婉莹最重要。夏婉莹啊，夏婉莹，这次有你好果子吃了。哼！哥哥，你看我这身衣服好看吗？我可是特意为发布会准备的。非常适合你。哥哥，我为这部剧付出了这么多，等赚了钱，你要怎么感谢我呀？丸子姐不是说我才是女主吗？现在什么情况？不会临时换回去吧？那我怎么办？难道宋总没告诉夏婉莹换女主的事？为什么？难道他是故意的？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，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就知道，哥哥对我最好了。有请《云香传》剧组和宋氏娱乐总裁宋总登台。恭喜宋总！恭喜宋总！恭喜宋总！恭喜恭喜啊！宋总，恭喜恭喜！下面我们有请《云香传》的女主角上台说几句。丁瑶，你要不要脸？现在是女主发言，谁给你的胆子敢跟我抢？夏小姐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我知道你一直都想演女主，可像你这种土包子，生来就是做炮灰的。能给我搭戏就已经是你的福气了，谁给你的胆子敢抢我的角色？夏小姐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才是《云香传》的女主。啊？真的假的？你知道吗？真的？是怎么回事？天哪，不会吧？天哪，怎么回事？不会吧？哥哥，你看他平时就针对我，现在还公开抢我的角色。宋总，我记得宣发时女主是夏婉莹吧？请问是公司内部出现分歧了吗？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宋总能解释一下吗？能解释一下吗？宋总能解释一下吗？非常感谢各位同仁和各位媒体朋友的关心。现在，我正式宣布，《云香传》的女主角是丁瑶。太棒了！恭喜啊！恭喜丁瑶小姐！恭喜恭喜啊！哇，真是太棒了！好漂亮！太厉害了！真的好漂亮哦，真漂亮！宋远，你站住！宋远，你说过让我当女主角的，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没办法，公司又不是我一个人的，导演和沈墨不同意，只好换人了。宋远，我就等着这部剧爆火拿下影后呢。我付出了多少努力，你是知道的。你说过你会支持我的，你忘了吗？没忘，但我也说了，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所以没商量的余地，是这样吗？唉，我也很难办。那好，还我1000万。夏婉莹，你脑子是租来的吧？忘记续费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那500万是我的，另外500万是跟你借的。但是这些年花在你身上的钱，砸在你身上的资源远不止这个数。我收取点利息，不过分吧？他不是我的舔狗吗？怎么突然变了？朱迪说的对，一定是我没让他尝到甜头，他在故意激我。宋远，我觉得我们不合适，还是分手吧。可以。宋远，你听清楚了，我说的是分手。
我听清楚了，也同意了。这个死老虎还想用分手拿捏我，做梦！以前我一说分手，他立刻认错，还求我不要离开。今天是怎么了？难道是我说的不够狠？他以为我在开玩笑？那我要辞职。可以。违约金6000万，怎么支付？你解约合同都准备好了，素媛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是你不仁在先，我只是帮助你实现你的心愿，怎么还反问起我来了？你还跟我欲擒故纵是不是？素媛，我再给你个机会，你现在好好跟我道歉，说不定我还会考虑原谅你。夏婉莹，你小时候脑子是不是被门夹过，留下后遗症了？我和你已经分手了，你单方面提出解约，解约就要付违约金，6000万1分也不能少，否则让你牢底坐穿。文姿，给我爸妈买的礼物是不是也快到了？现在这个时间应该已经到了。我老婆他们现在应该也看到新闻了，现在应该正高兴。今天真是个好日子，文子，送我去爸妈家。宋总今天帅炸了，宋总，你是我的神！你们，喂，早就跟你说过，给男人花钱会倒霉的，连本带利600万，你想怎么还？肯定是我一直吊着他，他没吃到，才故意生气整我的。你放心，过2天钱一定到。不管怎样，1周后我要见到钱，否则你知道后果。鱼来了。妮妮，我们等等爸爸。暮雪，这阿远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今天《云仙传》开发布会了，他去给他站台了，一会儿就到。混账东西，明明答应我们换女主的，竟然敢骗我们！暮雪，你放心，等下那小子回来了，我替你好好收拾收拾他。算了，爸，今天是您的生日，也别为了这点小事破坏心情。哼，你就会动嘴皮子，哪像婉莹姐，每次见了我还知道给我买点礼物。你好歹也是大老板，抠抠搜搜的，小气死了。倩倩，怎么跟你嫂子说话呢？本来就是，她要没毛病，我哥会出轨。当初你用孩子逼我哥结婚，就该想到这个下场。哪怕你有夏婉莹1半好，我哥是不会想离婚的。宋倩，我好歹是你嫂子，你多少也得尊重我一点吧。我都喊你嫂子了，你还要我怎样？倩倩，给你嫂子道歉。暮雪，小孩子乱说话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我说的是事实，他早就该退贤让位了，占着茅坑不拉屎，惹人嫌。给我闭嘴！一定是阿远回来了。这是宋卫华家吧？这是宋先生买的礼物，请签收。你在这儿，我哥是不可能会来的。劝你早点跟我哥离婚，省得在这碍眼。闭嘴！
妈，我想去上厕所。好。去吧，妈妈在这等你。我不进去。怎么了？不想上厕所吗？身体不舒服吗？妈妈带你回家。我没有不舒服，我是担心妈妈。妈妈不要听坏姑姑胡说，在妮妮心里，妈妈比那个坏姨姨好100倍，不是10000倍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应该是爸爸的眼睛有问题才对。我有很多时候都觉得爸爸比妮妮病得还要重，应该去看医生的是他才对。对不起，都怪妈妈没有拴住你爸的心，没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。不，妮妮已经很幸福了，妮妮爱你。我回来了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混账东西！我不就回来晚了点吗？至于家法伺候吗？你个小王八羔子！我问你，不是说好了要把那个夏婉莹换掉的吗？现在是怎么回事？你把我们当猴子来耍吗？连人都被狗吃了你！是啊，我换女主角了，你们没看新闻吗？真的换掉了。那你也不说一声？我都说了100回了，也没人相信。他竟然真的没用夏婉莹，还让他当众出丑。他是真的不喜欢夏婉莹，想回归家庭了吗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快坐回来吃饭吧。老婆，哎，老婆，你怎么了？伤哪儿了？哪儿疼吗？你有病是吧？我刚才放了你一马，你真以为我好欺负？刚才没注意，现在一看，我操，我软萌的小堂妹怎么变成非主流了？你自己走路不小心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敢做不敢认是吧？要不然，一起去警察局回忆回忆。你有证据吗？我看见了，就是你伸腿绊我妈妈。哥，你这样好好管管这个丫头，小小年纪竟然敢撒谎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妈妈没教好啊？爸爸，我没有撒谎，我看见了，就是他绊了妈咪。道歉。听见了吗？我哥让你道歉，赶紧的！我是说你，跟我老婆孩子道歉。哥，我没听错吧？你让我给苏沐雪道歉？你没听错，道歉。哥，你是不是又被他下药迷了心智？你可别忘了，当初是他下药爬床，用孩子逼你结婚的。你胡说！当年的事人尽皆知，我胡说什么了？妮妮真的是我哥的孩子，谁知道是不是你找的接盘侠？这些年指不定给我哥戴了多少顶绿帽子。你不仅长得不如夏婉莹，不如她温柔，更是下贱。闭嘴！听到他骂苏沐雪，我怎么这么生气？哥，你居然为了他打我！沐雪是你嫂子，我不许你这么说她。如果以后再让我知道你不尊重她，别怪我翻脸。沐雪，要是阿远再欺负你，记得跟我们说，爸妈一定帮你收拾他，千万别受委屈。妈，我知道了。妮妮，跟爷爷奶奶说再见。爷爷奶奶再见。妮妮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
我这傻儿子终于清醒了。老婆，你今天受委屈了，我替小倩向你道歉。没关系，你不是已经替我出过头了吗？你放心，谁要是让你生气，我替你出气。是因为失忆了才对我这么好吗？要是能一直这样就好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想恢复记忆吗？想听真话还是假话？真话。刚开始的时候想，但现在不想了。为什么？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挺好的。那狗屎的7年，忘了就忘了。忘了就忘了。既然忘了，那就永远都别记起来。好了，别犟了。女主角换的事情，圈子里都传开了。妈，他怎么突然这样啊？以前我不管怎么闹他都不生气，上次去迪拜放我鸽子，这次说换人就换人，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。他以前捧着你呀，是因为你还能吊着他，人约你吃饭，你还摆架子晾他。这不是想让他更上心吗？太容易得到，谁还会珍惜啊？傻孩子，男人的耐心有限。你们俩这么久，是不是还没有那个？他摸不透你的心思，迟早会倦。现在不好吊着他了，就是你把弦绷得太紧，断了。不行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明天我就去公司找他。哼，哥哥，抱歉，宋总，夏小姐执意要见你，我没拦住。眼睛抖成这样，长针眼了吗？最近没少照镜子吧？什么意思啊？脏东西看多了呗。哎呀，哥哥，这几天回去我想了一下，确实是我不对，所以我这次带着诚意来给你赔礼道歉了。你这诚意带着杀气啊！哎呀，哥哥，你对我的心思我太明白了，还装什么呀？什么心思啊？把你埋进万年老坑的心思吗？哥哥，我知道你就是嘴硬，不就是没和你那个过吗？你误会了，我就是想把第一次留在结婚的时候，人家可是很保守的。哼，老子舔狗这么久，连一次肉都没吃上，够贱。保守没看出来，但你800个心眼子都拍我脸上了。不过幸好没吃到，感谢你的保守之恩。哎呀，哥哥，你就别嘴硬了，只要你把女主的位子还给我，今晚我就在酒店等你。我买了很多条黑丝的。你知道拿钱买屎吃的感觉吗？你知道自己多恶心吗？赶紧找个套子把自己装起来吧，别污染环境了。你宋远，我是在给你机会，你别不知好歹。你要是再不道歉，我就不原谅你了。你最好别原谅我。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和你呼吸同一片空气，我都觉得全身发痒。
如果哪天啊，要是听说你嘎了的消息，我就要去山上烧香，感谢佛祖深明大义，收走你这个垃圾，净化空气。苏远，你来真的？不然呢？你觉得我像是在开玩笑吗？可是你明明说过爱我的，你为了我放弃演艺生涯，为了我开了这家公司，你说过所有的资源都会给我的，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？证据呢？什么证据？你又没写合约。没有证据，你在这胡说八道啊！小心我告你诽谤！啊，3天之内，如果我看不见6000万，咱们法院见。哼！宋元，放开我！宋元，你个王八蛋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！宋总，夏婉莹已经还上违约金了。宋远，违约金给你了，记住你的所作所为，别后悔。夏婉莹已经没有存款了，她还欠了这么多高利贷，就算把房子卖了也不够啊，哪来这么多钱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他又找了个冤大头？像我这样的顶配冤大头也不可能给他这么多钱。哪个有钱人比我还脑残？去查，有关他的一切，不择手段的、不计后果的，都要查清楚。好，这是……听说我上次打了你，虽然我喝多了不记得了，但我还是想向你表达我的歉意。啊，那倒也不必。你要真想表示，帮我泡壶茶吧。我是雇主，让我给你泡茶，算了，说到底也是我错了，忍一忍。好。老婆泡的茶真好喝。他又出什么风？宋先生，好久不见。徐医生怕不是被打傻了？我们上周才见过。你今天是来找我老婆的？不是，我是来给妮妮做疏导的。哦，可我看你一直缠着我老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老婆才是病人。跟家长沟通，更方便了解孩子情况。你要是对我的专业性有怀疑，你可以去看一下专业心理书籍。妈妈，我想去洗手间。好，我带你去。妮妮喜欢用绘画来表达内心世界，我从她的画中探索她的精神世界，从而方便给她治疗。不愧是我女儿，把我画得真帅。你不会以为这个画的是你吧？这个是我，在妮妮心里，我才是她爸爸。宋先生，我本不该掺和患者的家务事，但暮雪是我朋友，妮妮是我看着长大的，现在她病情刚好转，你要是真的为她好，就该和暮雪离婚，和他们保持距离，这样我才能趁虚而入，让你出局。
许医生，你已经把幸灾乐祸4个大字写在脸上了。我是作为专业医生的角度，给你建议而已，也是为了妮妮好。挑唆父女感情，让亲生爸爸远离女儿，这就是你所谓的专业吗？不是挑唆，是建议。建议的很好，下次不要建议了。还有，我才是妮妮的亲生爸爸。作为对妮妮的弥补，下半辈子我会好好陪在她身边的。至于你，慢走不送。宋先生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但我是妮妮的主治医生，就算你对我有意见，也不能阻拦我给妮妮治疗吧。我就是不喜欢你，你有意见，受着。没想到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就是这个态度。他怎么走路没声啊？他不会以为我欺负姓许的吧？不对，误会就误会，我紧张什么？许医生，宋远是我老公，也是这个家的男主人，你怎么能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？请你道歉。宋先生，对不起。请你离开。你怎么不问问我刚刚怎么回事啊？你是我老公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支持你。许君泽建议我们离婚。你是我老婆，要自觉，不要跟别的男人走得太近。你要真敢出轨，你试试看。你凭什么管我？因为我是你老公。你要是再敢跟他联系，你试试看。无赖。爸爸，你和妈妈又吵架了吗？爸爸还是想和妈妈离婚吗？不想了。为什么？爸爸不喜欢华姨姨了吗？不喜欢了。爸爸不想这个家散掉。以前是爸爸的错，所以就算你把许医生当成自己的爸爸也没有关系，因为爸爸知道是爸爸做的不够好。可是我画的就是爸爸你啊。我？那明明是个4眼仔，还笑得这么欠揍。爸爸是有很多很多墨镜呀，而且我希望爸爸都能笑得开心，所以才这么画的。我做错了吗？没有，妮妮，你做得很好。爸爸发誓，以后都这么温柔地对妮妮。如果爸爸做不到，那叫天打雷。爸爸不许胡说，就算有一天爸爸没有兑现承诺也没关系。妮妮，只要你幸福就好。妮妮和妈妈是上天给爸爸最好的礼物。看来要重新换个心理医生了。慢点，老公，今天晚上不用等我们吃饭了，我要带妮妮回我爸那。啊？你回娘家不带我？你平时不是不愿意去吗？我不愿意去，我一个做女婿的，陪妻子回老丈人家很正常啊。你上次跟我去我爸那，还跟他打起来了，之后就扬言死都不会再去了。娶了我女儿，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，你还敢拿她的钱去养小三？你赶紧去跟那个小婊子关系断了！凭什么？是他上赶着倒贴我的，怪我喽？你个畜生，我打死你！爸！哎，你个狗东西，你滚！你给我滚！你个老登，你以为我稀罕登你家门啊？
以后就算你求我，我都不会再来了。爸，你再敢让他进家门，我跟你断绝父女关系！什么？我连首富都敢硬扛，真是勇啊！老丈人没把我活埋了，也算脾气好。你放心，老婆，这次我绝对不惹咱爸生气了。我保证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你是失忆，又不是被夺舍，还是那个暴脾气，我看还得吵起来。我保证。妮妮，你也相信爸爸的，对吧？我只是一个小孩子，这么难的选择题，我不会。老婆，你就相信我一次嘛。而且啊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今天晚上会有好戏发生，你不想看吗？好，带你去还不行吗？不过惊喜就算了，你安分一点。我小妈那个人不好相处，就是那个小三上位，把你妈气得郁郁而终的那个老绿茶。放心，老公我专治绿茶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在要二胎吗？没有啊，妮妮，你怎么会这么问啊？电视剧里那些哥哥姐姐一亲，小宝宝就来了。你们刚才是在造小宝宝吗？哎呀，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快走吧。老爷，哟，哎呦！进来说。爸，阿远他已经知道错了，他想给你道歉。不跟你说了吗？天下男人多的是，非得找他干什么？我给你找个十个八个不行吗？哎呀，他人就这样，你别介意啊。刘姨做了好吃的，跟刘姨去尝尝去。不会的。这个死绿茶，以前就爱耍阴招欺负暮雪，看我怎么修理你！来了，就想着刘姨这口呢。阿远啊，这么久不见，你有没有想刘姨？刘姨，你好歹是长辈，这样不合适吧？你这孩子，当初还是你让我给老苏吹枕边风，逼暮雪离婚，好娶婉莹，还承诺给我介绍2个小鲜肉呢。怎么现在说话不算话呀？这老东西，人老心不死啊，真是长得丑玩的花。刘姨，我和夏婉莹已经断干净了，以后啊，你就不用麻烦了。刘姨知道你是被逼无奈，毕竟你还得仰仗苏家，可这人一辈子啊，总得为自己打算。刘姨也是希望你幸福，那夏小姐就挺不错的，温柔漂亮还能干。这味道，果然。暮雪她太暴躁了，你俩不合适。刘姨我呀，是不希望你像我一样把一辈子都搭进去了。我就是不喜欢夏婉莹了，怎么办？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高矮胖瘦，清纯可爱，还是风韵犹存？我要是说，我就想和暮雪好好过日子呢。宋爷，你做什么？你不要这样！哎，我是你长辈呀！宋爷，你个禽兽，我不活了！宋爷，你这个禽兽！他这个禽兽，他竟然对我……他的年纪都能当我妈了，我能看着他吗？暮雪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刚刚是你拽着我的手不松手，还扯我衣服，现在敢做不敢当了。
我知道我是说话不中听，可我也是为了你和暮雪好啊。你何止说话不中听啊！你不是劝我离婚，就是要给我介绍别的女人，你还让我给你介绍小鲜肉呢。刘姨，你也一把年纪了，身体重要，别把自己搞得太累了。你看他污蔑我！宋远，你这个畜生，我打死你！爸，事情还没搞清楚呢，你先冷静一点。事实都摆在眼前了，你还要袒护这个畜生？滚开！暮雪，我知道你觉得我逼死了你妈妈，所以你不喜欢我。可是哪个女人会拿清白开玩笑呢？你也是女人，应该明白的呀。刘姨，你这口才不去当兵真是可惜了。你出马就可以兵不血刃的干翻全球啊！你什么意思？别着急嘛，事实的真相很快就清楚了。我知道你是个资深捞女，手段了得，不然也拿不下我老丈人。巧了，我最近对付捞女正好有点心得，所以就在你身上试验了一下。来，风韵犹存。滚开！你别当真，我只是跟他开玩笑。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，刘姨，你可真幽默啊！那私吞公司财产7000万，也是开玩笑吗？他怎么会知道？7000万，公司是丢了7000万，但那7000万不是被暮雪挪走了吗？我什么时候挪走7000万了？就前段时间，公司还有你的签名呢。你不知道？难道是你模仿了他的签名，骗走了公司的钱？不可能！暮雪，他都欺负成你什么样了，你还维护他到什么时候？他拿你的钱去包养小三儿也就算了，现在偷到我的头上来了，你还袒护他，这事没完，离婚，必须离婚！爸，我不可能跟他离婚的，我这辈子非宋远不嫁。你凭什么只相信他，从来都不相信我呢？我还不是为了你着想才让你离婚的。刘姨做的也没错，我们都是为了你好。现在不仅你一人，以后我们苏家都要毁在他的手上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带到警察局去。都是一家人，不至于。刘姨，你准备的很周全，但你是不是不知道，过敏源这种事情也有遗传？你做糕点从来不放鸡蛋吧？做糕点不放鸡蛋的，不止我一个人吧？你不放鸡蛋，那是因为你鸡蛋黄过敏。巧了，我又刚好认识一个人，他也对鸡蛋过敏。啊，这样看来，你跟他长得还有点像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明白。刘姨，你有多久没有见过你的亲生女儿夏婉莹了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还是通过你认识她的呢，她怎么会是我的女儿呢？哼，虽然你之前藏得很好，但是转账记录是做不了假的。7年前，你就以暮雪的名义从公司拿钱，转给夏婉莹。但是7年前我跟暮雪还没结婚吧？这钱总不能是我拿的了吧？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学，用的都是我妈留给我的钱，我没向家里要过1分钱。可你小妈说，你上学那会儿缺钱，每个月都找我要那几十万。刘桂花，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不是，我没有，我想想。不用想了，我不打算给你时间编了。妈，剩下的钱到手了吗？完了，全完了！20年的努力
全白费。妈，苏远让我3天内还完7000万，不然就把我告上法院。怎么回事？是违约金，还有高利贷，他早就算计好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妈，我实在是没招了，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。傻孩子，你这是中了他们的圈套了。妈先想办法，帮你把7000万还上，其他的，咱们再做打算。我做的这么隐蔽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那要感谢你的宝贝女儿啊！500万的高利贷说给就给，6000万的违约金说还就还。她一个烂片女王，没片酬没工作，哪儿来的钱？我查一下就知道了。再说了，当初医院接生的医生和护士又没死，哼，很难吗？把他给我拖下去！爸，夏婉莹，我原本只是以为你是个捞女，没想到你还是个豪门妓女，只可惜你太贪心了，你的后半辈子恐怕在牢里度过了。让我算算啊，你要待几年？苏远，你个人渣，你等着，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。爸，我不是想干涉你的感情，我只是不想你像我一样当冤大头。哦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想说，人生在世难免被骗，有的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，没多大事儿。行了，别再劝了，再劝下去啊，我要提前见阎王了。慕雪，是我对不起你妈，也对不起你，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。爸，都过去了。臭小子，以后啊，对慕雪好一点，再沾花惹草的，打断你的腿。您放心，爸，我要是再犯浑，不用你动手，我自己挖个坑把我自己埋了。他呀，真的是变了。以后啊，爸也不说让你们离婚的事，两个人呢，好好过日子就行。但是有一点，一定要经常回来看看。受了委屈一定跟我讲，爸还没老，会帮你收拾他。知道。去吧。爸刚跟你说啥了？爸说你要是欺负我，他就要给我点10个男模。男模？不可能！宋远，我变得这么惨，你却老婆孩子热炕头，凭什么？我一定要毁了你们！还有谁能帮我？谁能帮我？许医生，沈总，你来了，里面请。你怎么来了？是来收账的吗？剧还没有播出，公司账上现在没有这么多钱。要不这样，
我把车抵给你。我是来跟你说，我决定不撤股了。真的？可你之前明明说……我今天也去剧组找了丁瑶，他很感谢你。没了夏婉莹那个搅屎棍，现在整个剧组斗志盎然，我还有什么理由撤股啊？明智，不愧是我好兄弟。哎，滚！恶心死了！你和我好兄弟这么多年，你全身上下哪儿我没见过？亲一下还害羞起来。今天晚上下班等我啊，我们必须大排档走一个。阿远，你真的不喜欢夏婉莹了？不明显吗？明显。可我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突然就放下了？感情的事情哪有这么多为什么？如果是你，你也会的。那你真的打算回归家庭，不想离婚了？哎，你可别咒我啊！我们俩现在好着呢。这也是一念之间的。不算。就是最近吧，我突然感觉她变温柔了。我发现她又聪明又漂亮又能干。最重要的是，她真的挺爱我的，而且我也挺喜欢她的。哎呀，终于想通了。啊，恭喜！来。不过阿莫，有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，就是苏沐雪啊，她想要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啊？她当初为什么要给我下药啊？这事你知道吗？具体不清楚，只是高中毕业舞会上方正找到你的时候，你和苏沐雪就在一张床上，事后竟然在酒杯里面检测出来药物成分。苏沐雪呢又检查出怀孕，你们上大学就扯证结婚了。苏沐雪揍我可能，下药绝不可能。她的性格干不出这种事儿。哎，你走路不长眼啊！这么大的酒瓶看不见，我新买的裤子都被糟蹋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赔你钱好不好？那不是丁瑶吗？她怎么在这儿？她为什么来这儿我不管，但是想动我的女主角，我不答应。别害羞嘛，小妹妹，陪我喝一杯吧。住手！哎呦！哪来的小白脸？老子的事也敢管！兄弟们，上！宋元找到新欢了。宋元，你又骗我！你给我等着！还打吗？欺负小姑娘，不学好，还打吗？你别嚣张，我老大郑哥听说过吧？马上就来了。劝你现在磕头认错，不然有你好果子吃。威胁我？宋总，听说这个郑哥是个狠角色，要不我还是去道个歉算了。是他们得理不饶人，我们为什么道歉？郑哥是吧？你叫他过来，我倒要看看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人。谁那么想见我呀？大哥，
莫哥，元哥，哎呀，想死我了！你小子长得可以啊，现在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嘘。哦，对，哎呀，快！哎呦，慢点。算了，明天，今天呢？你小子混得不错啊，都当上老大了。没有，高中时的大胖小子，现在大变样了哈。祖上的产业，我呀也刚接手没多长时间。哎，不说了，来喝一个，来吧。宋远，你给我滚出来！老婆，什么情况？这么多人，不像约会啊！徐君泽，你个王八蛋，你害死我了！我怕你喝多了，就想着来接你。既然你们还没喝完，那你们先喝着，我晚点来买单啊。等等，来接我，还得保镖啊？我一个女孩子，大半夜出门不安全。元哥，嫂子想的真周到啊！就你会说啊！老实交代，过来干嘛？我就是有点担心。以为我又出轨了吗？这女人的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呀？我和沈墨今天在这吃饭，看见他们遇见麻烦了，才上前帮忙的，是吧，阿猫？是我下午约的远哥，正巧碰到丁瑶和他朋友遇到麻烦，误打误撞还碰到阿正了。嫂子，千万别误会。是啊，刚才真的多谢沈总和宋总了。都听到了吧，老婆？尴尬死了，没脸见宋远了。今天先放了你，回去我再收拾你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胃病犯了？可能是刚才太紧张了，我得去医院打一针，我不能耽误明天的拍摄。我扶你去医院吧。怎么能麻烦您呢？我自己去就行。没事，就当我给你们赔礼道歉了啊！你们吃好喝好，我回来再买单啊！哎，那个，先加个联系方式，回头联系啊。哎，好嘞。谢谢。他怎么在这儿？看来是把宋远打进医院了。哼，暮雪，宋远的事你也别太伤心了，他就是狗改不了吃屎。你才是狗，你是狗屎，臭狗屎！你冷静点，又不是我让他出轨的，你骂我干什么？出你个大头鬼！暮雪，我发现你现在变得越来越粗鲁了。我叫粗鲁怎么了？宋远根本就不是跟丁瑶约会，他是跟沈墨一起吃饭，一大帮子人呢。你就是见不得我们恩爱，故意的是吧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他是有前科的人，你这次肯定是被他骗了。骗你妹！我给你开那么高的工资，还给你发红包，你就这么对我？许君泽，我们以后不是朋友了，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哎，我说暮雪怎么突然杀回来了？原来是你丫的算计我。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敢摸着良心说，你今天没和丁瑶约会吗？哼，我约你妈！
别让我以后再看见你，否则见你一次，我揍你一次。徐医生，要聊聊吗？还敢怀疑你老公吗？不敢了。还和那个姓许的来往吗？不来往了，已经拉黑了。早说他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离开他妮妮都生龙活虎了。谁知道他之前做了什么？还敢分神？说，还敢怀疑你老公吗？不敢了。那知道错了没？知道了。既然知道错了，那做错了是不是要该罚？你想怎么罚？罚你明天下不了床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妈妈，爸爸什么时候来呀？我都快吃饱了。爸爸呀，今天加班，马上就来了。妈妈先去个洗手间，你等我一会儿，不许乱跑啊。嗯。妮妮，许医生带你去个地方，那里的牛排更好吃。不用了，我要等爸爸。妮妮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爸爸讨厌你，在他心里，你就不该存在，他不会来的。才不是呢，我爸爸最爱我了。只有我是真的对你好。妮妮，跟我走吧。妮妮，妮妮别怕，爸爸来了。是爸爸不好，工作一忙起来就忘了时间，你别怪爸爸好不好？爸爸真的不讨厌妮妮吗？当然，爸爸最爱的就是妮妮，怎么可能讨厌你呢？你是爸爸的心肝宝贝。爸爸。许君泽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离我的家人远一点？你听不懂人话是吧？打起来了！打人了！哎，快看快看！哎呀，打起来了！我去，什么？大家快来看，宋氏娱乐的总裁当众殴打孩子的心理医生了。出身豪门就为所欲为，仗着自己有钱有势，真的假的？就随便欺负人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大家评评理吧。看着人模狗样的，怎么是个人面兽心的混蛋？大庭广众就敢动手，私下指不定怎么对孩子呢。都请心理医生了，指不定私底下怎么虐待孩子呢。这种人就应该进监狱，曝光他。说的对，曝光他，就是应该进监狱。王八蛋，跟我玩阴的是吧？宋总在说什么？我听不太懂。我只是个医生，有什么资本和宋总耍花招？我只是关心孩子罢了。许君泽，还跟老子装！阿远，暮雪，你老公当众殴打我，这件事你要是不给我解释清楚，别怪我报警。妮妮的情况我已经说的够多了，只要宋远在他身边一天，他的情况就会继续恶化下去。其他人有可能欺负妮妮，但是阿远绝对不会欺负妮妮。事到如今，有些话我就不得不说了。他一方面装作好爸爸、好老公，私下却做着禽兽不如的事。许君泽，你还他妈的胡说八道！如果我说我有证据呢？爸爸哄我睡觉的时候总是碰我，
我很不舒服，但他不许我出声，也不许我告诉妈妈。天哪，怎么会有这样的爸爸？这跟情况有什么区别？天哪！徐君泽，居然污蔑我！冷静，这叫我怎么冷静啊？宋总心虚了，是不是伪造的？你心里清楚。我愿意报警，把录音交给司法处检查。你等着坐牢吧。穆雪，他已经对妮妮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，现在清除这个毒瘤还来得及。我还有机会帮妮妮恢复健康，你要信任我。你就是这么帮妮妮的吗？爸爸哄我睡觉的时候，总是碰我，让我很不舒服。但他不许我出声，也不许我告诉妈妈。我爸爸哄我睡觉的时候，总是碰我，让我很不舒服。他不许我出声，还不许我告诉妈妈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原来他才是虐待孩子的人，竟然还颠倒黑白，太吓人了。真可怕，这种人就是原来他才是幕后黑手啊！真的没见过。心理医生也假的太可怕了，这都是电脑合成的，别信他。天哪！是真的假的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会找警方配合调查。苏沐雪，你阴我！监控一直都在，是为了我老公装的。前几天他提醒我，我才想起来看一看，果然有事儿。我还在搜集证据，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。徐君泽，你敢催眠我的女儿，我他妈弄死你！许君泽，我待你不薄，给你开3倍的工资，还把我的女儿托付给你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什么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吧？他宋远哪点比我好？怎么你眼里就是他？明明我才是爱你的那个人。从高中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喜欢你，这些年，也是我一直陪在你身边。为什么你的眼里，只有宋远这个王八蛋？我就说他对你图谋不轨，这下你信了吧？徐君泽，想抢我老婆是吧？就你，你觉得你配吗？许君泽，我不知道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，我喜欢的只有宋远。怪我，是我计算失误。当初，要是你喝下那杯酒，怀了我的孩子，我们是不是就能在一起了？你什么意思？把话说清楚。那次毕业舞会，我也去了。你太美了，可是你的眼里只有宋远，永远都看不到我。我就只好给你下点东西，谁知道竟然是宋远喝了那杯酒。妮妮本该是我的孩子，你也本该是我老婆，都怪他宋远抢走了我的人生，是他毁了我。你混蛋！你知道这些年我遭了多少罪吗？是你差点毁了我！老婆，跟这种人渣没什么好说的。事到如今，确实也没什么好说的。我输了，送我去警察局吧。送你去警局，你是不是还想着可以好好的在监狱里面颐养天年，等出来之后还可以潇洒过日子？许医生，在你的心里面，我这么善良啊？那你想怎样？方正你还记得吧？宋远，
你敢？有什么不敢的？方正是我最好的兄弟，我把你送到他那儿，哼，他应该会替我好好招待你吧。老婆，我们走。宋远，宋远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不感兴趣。夏婉莹。都是夏婉莹逼我这么做的，药也是她给我的，怂恿我带走妮妮，也是她教我的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她嫉妒你，嫉妒。他妈抢走了你爸，也逼死了你妈。她本应该过上千金大小姐的生活，但谁知道，你依旧是那个高高在上的苏家大小姐，而她却是一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女。她能不嫉妒吗？这样不够，暮雪，你知道人类的嫉妒心有多可怕吗？特别是女人的嫉妒心。你们如今毁了她的事业，还把她妈送进了监狱，她想要毁了你和宋元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送我去监狱吧。啊，宋元，你回来，说话呀！哎呦，这个坏种，这种人真不这个行，坏种，活该，真活该。苏暮雪，苏暮雪，你敢打我！我不止打你，我还杀你！让你下药，让你勾引我老公，让你害我女儿！打你，我都嫌脏了我的手。苏暮雪，就是你这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让我觉得恶心。别以为你赢了，你跟你妈一样霸道、自以为是，没有人会爱你的。就算没有我，也会有别人抢走宋元，他不会爱你的。你注定就是个失败者。男人的嘴果然最会骗人。你也是这样骗苏暮雪的吗？以前的确是骗，但以后再也不会了。你刚才说暮雪霸道，我承认，她不仅霸道，还认死理，做事一根筋，不听别人说话。但你说没人爱她，我不同意。我爱她，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我爱她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撒谎！你明明说过你爱我的。你知道你和暮雪的区别是什么吗？你虚伪，你只会利用他人满足自己的虚荣，而暮雪不一样，她会为了自己心爱的人付出自己的一切。由于对暮雪的误会和室友的挑唆，以前的宋远确实喜欢过你，但是现在和未来的宋远只爱苏暮雪，永远也不会离开他。夏婉莹，我给过你机会的，但你万不该动我的女儿。苏远，苏远，你个王八蛋，你回来！兄弟，拜托了。放心。
迟到妮妮了。慢点跑，庆功宴而已，迟到没关系，别摔着。不是说好开庆功宴吗？怎么搞得像是结婚一样？是结婚，也是求婚。暮雪，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。以前的夙愿不够好，但从现在开始，我会用尽我的余生，去好好爱你和妮妮。母老虎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妈妈，你就答应爸爸吧。哪有人求婚叫人母老虎的？你是母老虎，我就当公老虎。你别连理啊！太好了！恭喜！你为什么想到再结一次婚啊？因为那张婚纱照丑死了，我早就想换了。老婆，我们再去拍一张吧。